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玩家社群反馈，官方那边所给的一些答复。玩家社群反馈这个东西呢，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没有想到官方等到现在才来更新。然后有官方就有顺便补充一下上次策划面对面里面所讲的阵型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讲了什么东西。那这边跟大家先讲一下关于阵型的部分因为在之前策划面对面里面就有讲到，在8月的时候就会推出偃月阵 2.0 嘛，就有一些玩家在想着说，如果是三线阵 2.0 的话，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推出？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官方他们也是有补充了，他就说到2026年8月他们会推出偃月阵 2.0 的更新，然后在11月2026年的时候，他们就会针对三线阵进行更新。所以如果你是骑兵玩家的话，你可以等到11月的时候再把你的三线变成三线 2.0， 并且新的骑兵统帅大概率应该是8月或者是9月的时候会推出，然后推出新的统帅，你们又在之后可以用新的阵型去测试你的统帅。并且这里还给了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同时间在2027年12月之前，他们只是会针对这两个阵型进行更新而已，并没有针对协行阵、偃月阵还有三线阵的其他更新计划。但是他这边只是提到这3个阵型啦，我不排除可能会有其他的阵型，比方说拱形阵，因为拱形阵目前为止还是5%的提升，如果拱形阵再不提升的话，拱形阵是真的没有用了。除了要说上次策划面对面里面所漏掉的一些重点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关于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什么问题。那其实问题有一点长啦，所以我就尽量长话短说，也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玩家们会有什么反应。那他这边就有提到，他们已经是把一些问题可能有重复性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乱的问题，他们整理了之后就比较容易回答，或者是看到这边所写的内容跟玩家反馈的东西有一点不太一样，还有他们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拿来回答了，并且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一些建议其实在策划面对面里面有讲到了啦，所以他们也不会放在这边讲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讲废话了啦。但是我看到他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想要翻白眼了，就是讲之前卡哈尔的时候被官方系统限制嘛，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开到超过5个以上。当时候官方给的说法就是有一些玩家他们会用卡哈尔的鼓哨，然后到处去牵程，把这个东西给召唤出来，导致到某一些玩家可能没有办法牵程这样子，所以他们限制每个玩家只能开5个而已。但是因为太多玩家反对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有给一些建议说，为什么你不要像野蛮人这样子，就是野蛮人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牵程过去，这样子改就好，为什么你要限制我们去召唤更加多的卡哈尔？所以官方他们又把这个东西给移除掉了。而且现在更好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它会叠层在一起，就不会像之前这样子它会有那个空位的问题。如果你的城市旁边没有太多空位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召唤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轻松，用更少的体力去打。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在很早就解决了就变成说它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废了，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选这个问题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联盟宝箱的部分，他们就有说提升联盟宝箱里面的一些奖励，尤其是40等级到50等级左右的。因为如果你们有长期玩的话，就会发现到你需要花到更加多的钥匙才可以去解锁40等级跟50等级的箱子。就是你们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进度条，如果是40等级到50等级的话，其实你们需要花更加多的时间去完成去解锁。玩家的反馈是说，我们到了40等级50等级，照理来说应该是有消耗钱的一个象征嘛，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照理来讲我们应该要拿到更加多的奖励，但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折磨这样子，因为他们需要花更加多的精力，更加多的箱子才可以拿到这些奖励，而且奖励也不是很丰富。那这边官方的回答是有说到，其实他们联盟箱子里面的奖励是有提高的，但是它因为是随机性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可能开到并不是这么好的奖励，可能是比较低等级的奖励内容而已，所以才会让玩家觉得说好像开了40等级50等级的联盟箱子都没有拿到比较好的奖励。但是这边总结下来他讲了这么多话呢，重点就是他们并不会对此做出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会看到这边到站是特别多，有103个玩家给了到站，有33个玩家给
L 的意思就是输的意思，然后有29个玩家给小丑，有32个玩家给下架。那说到这一点呢，就是我刚移民过来的这个新王国呢，他们就是因为发现到如果那些等级比较高的联盟箱子呢，其实你要完成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而且拿到的奖励其实也没有特别丰富，所以他们才特意跑到另外一个农场联盟，让我们所有玩家都在这个联盟里面开野蛮人城再去拿到这些箱子。因为你的等级越低，你完成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你基本上可以差不多每一天都可以拿到一个箱子，如果勤劳一点的话啦，算下来其实是比起40等级50等级的联盟箱子还要来得更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效仿这个方法去做啦。下一个反馈是关于 KVK 里面的一些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是需要去帮助自己的队友，就是这个任务你们需要帮助自己的盟友100次，帮助200次，帮助300次。那他这边给的反馈就是说到有很多玩家他们都有购买水晶月卡，所以他们有自动帮助的功能，完成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如果你是 F2P 玩家的话，完成这个任务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他就希望可以移除掉这个任务。那这里官方给的回答是他们之后会对这个任务进行调整。下一个反馈是我早期玩万国觉醒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是让斥候军去采集符文。但是那时候我跟官方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有讲到，如果可以让斥候军他们去采集符文的话，那你要怎样去计算这个符文，要哪那个范围你可以去拿到，哪一个范围你不能拿到呢？那如果是对方所占领的一些圣地的话，你也可以拿到符文的话，好像也是怪怪的。那这边策划的回答就是说，斥候军他没有办法被攻击，也没有办法被侦查，所以如果他们要去拿符文的话，是完全不会受到限制的。他们希望这个游戏更加有策略性，移动规划和决策是这个游戏的核心，所以他们不打算增加斥候军去采集符文这一项。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那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功能放在水晶科技里面。第5个反馈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可以自定 UI， 因为他这边就有说到每个玩家他们惯用的手不一样，可能有些人是惯用左手，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是靠右手的，但是他大多数的一些任务日志之类的全部都是靠右手边，而且每个玩家设备的尺寸、手握的方向、习惯手全部都不同，所以有时候固定的 UI 会挡着他们自己的视野，可能你的手没有办法去点击到。那我这边就想一下，如果你是左手的玩家，你要怎样去控制部队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因为你全部部队的操控都是在右手边了，就变成说你的右手要灵活一点才可以去操控你的部队，如果你是手机玩家的话。所以这个玩家的建议就是引入自定的 UI 系统，可以让玩家去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来选择说你应该要左边控制还是右边控制，给玩家自己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的画质，可以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和舒适度，尤其是在激烈的 KVK 战斗之中。策划的回答，他们理解在激烈战斗中玩家需要更加便携的操作和更清晰的资讯取得方法，所以他们推出了快捷战斗和筛选功能，同时间简化战斗管理，让地图的一些资讯更加容易取得。他们也是会持续优化不同设备上的战斗体验。但是关于自定的界面呢，他们目前界面设计已经尽可能的将关键元素放置在远离战场中心的位置。他们感谢这个玩家的建议，同时间也会继续评估制定 UI 界面是否能够进一步提升战斗体验，尤其是在管理和资讯显示方面。那其实比较少玩家去反映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啊。但如果我的观众有哪一些是左撇族的话，我真的是很好奇，如果你们用手机的话，到底是怎么去玩这个游戏的，会不会很辛苦？第6个反馈是讲部队治疗的开销费用，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反馈啦，但是官方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这边讲的东西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就讲 T5 的玩家如果不花钱去购买资源，或者是去养自己的农场账号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游戏。他这边就提议说降低 T5 的治疗费用，不然就开启一个新的系统，让玩家只能够用加速来治疗部队而已，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资源。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呢并非所有玩家都愿意保持竞争力而维持至少5个农场账号。普通玩家在2-3天的战斗之中就把资源全部都给耗光了，而且每种资源包括黄金消耗量为10亿，更不用说那些消耗量更高的先锋王国玩家。那其实这边策划的回答也是跟之前差不多，就说他们现在会用功勋值开启功勋商店，然后你们可以去功勋商店那边购买一些加速资源之类的。但是关于这个东西呢，我之前也是做过影片跟大家讲过，
过，其实是很难去帮我们补掉这个坑的，因为你所开销的加速资源是比起官方给我们的还要更多的，所以我觉得有用，但是用途并不是很大，你只能帮到一点点而已，可能治疗一次而已。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玩家的反应，虽然比较多还是给爱心，但是更加多的玩家其实他们是感觉到很困惑、很疑问，甚至是不喜欢的。如果你们把这边所有的数目加起来的话，下一个反馈就是前阵子我有提到关于代打的事情啊，就有一些玩家说他们官方限制代打的时候，不要等到每一次战斗结束之后才开始去限制这些玩家，去封锁这些玩家的账号，还有针对那些使用代打的账号去进行处罚就好，不要拖累其他的人，因为有一些用代打的账号他们会跑到其他的联盟，从而让他们避开这些惩罚。那这里策划他们给的回答是说，为什么他们会等到这么迟才进行封锁，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系统需要去检测看这些账号是否是真的有违规，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在24小时之内采取行动。而且关于所有人会被封禁的问题呢，这边还是有讲了一句话啦，就是人多的时候这系统才会去检测说是不是有很多玩家是使用了代打，如果你是正常的玩家用回自己的设备的话，依旧是不会受到伤害的。他们也是希望避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的限制一些玩家，所以他们不打算在确认违规行为之前就引入临时的限制或者是类似的措施。这里我觉得有对跟不对啊。那站在玩家的角度是觉得说啊，你们官方检测到有问题就马上是锁啊，这样子就是对的啊。但是站在官方的角度，万一他真的锁了，但是那个玩家是正常的使用自己设备去玩的玩家的话怎么办？那他没有办法一时间去解锁的话，就变成说他的游戏体验会很差。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玩家还是策划那边都好，两方都有自己的见解啦。我觉得说给一个时间之内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比方说像他这边所讲的24小时之内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去封锁这些账号，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关于这个代打的问题呢，它还有第二个部分，这里就有说到，同时间这个反代打的机制呢，也是惩罚了一些正常的玩家，它同意减少目前游戏中大规模的作弊方式，他也为此感到很开心。但是目前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它会惩罚整个联盟，仅仅是一些玩家使用的不信任的设备登录。你们从来没有解释过受信任跟不受信任的设备具体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就连那些从来没有分享过自己账号的玩家也有可能会被标记。手机和平板电脑会标记为受信任设备，是因为在没有 KVK 的情况下，多数玩家都是会用移动设备、用手机、用平板去玩这个游戏。但是真正战斗的时候呢，多数玩家都是会用电脑，而且也必须要用电脑去满足装置的性能。这边所讲的可能就是卡顿的问题，还有操作无法满足的需求。像他自己本人从来没有分享过自己的账号，但是他也一样受到惩罚。哦，原来是受害者，所以他这边就要求说允许玩家始终使用一个选项主要装置的登录，游戏内已经部分实现了这个功能，所以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可以更简单更透明的方式实现。那这里策划的回答，目前这个系统还处于测试阶段，他们的可信任设备检测依旧还是在改善之中，在这个阶段某些设备环境可能无法被准确的识别，他们将根据玩家回馈和实际数据不断完善检测逻辑，如果造成任何不便，他们深表歉意，并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反馈。所以这边基本上是没有解决到这个玩家所讲的问题啊，所以才会看到到站有这么多，只有一个玩家是支持而已。第8个反馈，我这边能够理解这个玩家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这个是关于延迟通知的一个干扰。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聊天啊，在输入字体的时候，突然之间游戏跳出了一个通知之后，就会变成说我们这些字全部都要重新打过，重新点开聊天室。我个人是遇到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所以这个玩家只是希望延迟通知而已，可能我们打完字退出了聊天室之后才会跳出通知这样子。这边策划的回答，感谢你的回馈，我们会尽快进行调整。下一个反馈我之前也是有提到过，就是关于优大的那一件事情啊，就说到有一些顶级上号，他们只是需要休息30天，就是完全不登录的情况下，关闭账号30天就可以移民到 KVK4。虽然他很感激在前不久官方他们就改了一些移民规则，让一些老的账号没有办法移民到 KVK2、KVK3，但是目前集体移民那些睡眠账号呢，还是有一些漏洞存在啦，所以他是希望官方可以改掉。因为
为这些玩家就算他们移民到第一次的 KVK4 呢，也是会影响到一些新玩家的发育，他们对游戏的游戏体验。毕竟账号的年龄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在啦，如果你账号越久越强的话，你就更容易吊打一些新的玩家。所以他就希望官方调整，拒绝这个移民的现象发生，又或者是他们可以允许让一些战力真的很低的账号移民到 KVK4，又或者是超过6个月没有使用的账号可以移民回来 KVK4 而已。这边策划的回答，感谢你的建议，他们将会在 1.1.09 版本中调整账号移民的规则，以限制此类的行为发生。第10个反馈是关于失落峡谷商店，他就说失落峡谷商店呢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大部分的图纸玩家都已经拿到了，甚至都已经觉醒5了，所以希望官方能够增加更加多的图纸在商店里面，就比方说有包括这些装备，那全部都是写英文啊，有兴趣的玩家你们自己翻译成中文。那这里我看得懂的就有包括希望斗篷，还有骑兵的暗影装备，纳瓦尔的装备图纸等等。那这边策划的回答，感谢你的建议，他们最近根据玩家回馈对失落峡谷商店进行了更新和改进。但是我看到这边比较多玩家是给一个茄子的一个图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啦。下一个就是关于埃及之战的迷你 boss， 就是我们打完迷你 boss 之后，其实不知道对方拿到了多少次的迷你 boss。我在这几天直播的时候也是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存在，所以这个玩家就希望官方之后改进呢，可以把每个队伍获得阿努比斯的数量写出来。那官方也是有讲到他们会在未来的更新中增加这个统计，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更加明智战术的决策。最后一个反馈，希望官方改掉 KVK 的编年史，因为它其中一个编年史了，就是要我们拿到了圣城之后还要击杀200万的敌方部队，这个根本没有意义。他参加了很多次的 KVK， 没有一次是在占领了圣城之后还会再继续发生战斗的，就导致他们最后还是需要跟对方交换多数的 T1击杀。他就说这样子很蠢，所以希望官方他们能够改修到这个问题。策划回答，感谢你宝贵的建议，我们会尽快进行改进。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一次策划回答的玩家社群反馈内容，多数的问题呢看下来其实还 OK 啦，就是官方都有回答到玩家问的问题，虽然有一些可能是已经执行了，或者是有一些重复性的，但是多数的问题都是能够接受了，而且他们这一次也是准备了蛮多问题。那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次官方的问答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当然如果可以的话，玩家也是尽量给多一点反馈啦，你们可以在 DC 频道那边跟他们说，可以来到万国觉醒的 DC 频道，然后你们拉下去，这里是有一个游戏中的建议，你们点击了之后就可以写自己的贴文，你要写一些什么的问题之类的，当然你是要先读一下他们这边的规则啦，然后写标题，写你的原因之类的，玩家就会给予一些反馈。如果一些反馈比较多，玩家点赞数比较多的话，有比较大可能会被选中你想要的反馈。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